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拜伦。你是不是一个过度用力的人呢？你是不是常常做过头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停手呢？今天来聊一个均衡的思考。在聊这个均衡之前，先要知道什么是边际效益，以及边际效益递减。简单来讲，你这一次投入多少资源，会得到多少报酬，这个是边际效益。而这个边际效益，它会随着你的投入增加而慢慢减少。这个就是边际效益递减。比方说，在你肚子饿的时候，吃一个馒头，你会觉得好吃，而且你会想要再吃一个。这个时候边际效益很高，你得到的满足感很巨大。但如果让你连续吃10个馒头，你会感到反胃，这个就是边际效益下降到不具吸引力，甚至你会感到排斥的一个节点。最满足的方式可能是你吃5个馒头，你会觉得好吃，也觉得饱。但再吃不会再增加多少愉悦感了，你会觉得继续吃馒头已经不再吸引你了。这个时候就是停止吃馒头的适当时机。从这个例子，我们可以学到什么是边际效益，什么是边际效益递减。投入的资源能够产生的效益不足以吸引自己的时候，也就是当边际效益开始往下降，降到它会产生负面成本的时候，就可以判断我们碰到了整个活动投入产出的均衡点。以刚刚的例子来说，就是当你继续吃馒头，它产生的满足感不足以吸引你自己，甚至让你感到反胃的时候，你就该停止了。任何活动、任何学习，刚开始投入资源的边际效益都是很高的。比方说，当你肚子饿的时候，你吃的第一口食物；你在学习新知识、新技能、进入新领域的时候，从什么都不会到会的新手爆发期，他们带来的满足感、带来的边际效益都是非常高的。也许只要2周，你就可以熟悉大部分主要的技能，相对少的投入就能够得到明显的进步，满足感都一定很高。就像柏拉图法则说的，你只要专注在少量的关键因素，就可以得到一个相对完满的人生。但各位会发现要成为领域的专家，也许你需要2年，而成为大师却需要20年。大师投入大量的资源，时间、心力也是资源却只能够得到细微的进展。支撑他们的，也许是他们心中的价值跟成就感，或其他对这个人的吸引力更大的东西，才可以让这些匠人、宗师投入巨大的努力，追求更卓越一点点。你可能正在或曾经经历努力念书、练习技能、练习才艺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除非你的练习状态接近心流，否则连续8小时高强度的投入，可能都不会比总长2小时穿插10分钟休息的投入有效。你的注意力跟脑力早在前头就被用完了，剩下的只有时间投入，但脑袋却已经罢工了，自然没有效率进步。除了浪费时间，还能够得到挫折跟无力感，这个就是边际效益进入负值的状态。所以番茄钟工作法才会这么风靡，对吧？假设同样的心理条件，我们减少一次努力的时间，并且在中间穿插休息，让体力、精神可以恢复以后，再继续我们的努力，让长时间的低效投入变成多段短时间的高效投入。从结果来看，就能够保持相对长期高效的进步，甚至你还有时间去看一场电影。身为普通人的我们，要面面俱到是很困难的，在每一个地方都需要我们投入自己的人生中，我们没有办法尽善尽美。但舍弃所有，专注唯一这样的思考方式，也有点不近人性，太极端了。如果选择这种信条，希望你多思考一下，这样的牺牲它值得吗？今天这期希望让太过努力的人思考一下均衡点的概念。不管你是要追求技能领域的卓越，成为大师，成为匠人，还是在你念书，在你工作的时候，你总是习惯投入自己的所有，让自己坐在那边拼命努力，都能够稍微缓一缓，去想一下，你这样的效率真的有比较好吗？这样的边际效益真的有比较高吗？还是你其实已经厌倦了这样的事情，只是你不知道你有其他的选择呢？希望你不是太过极端的人，你可以均衡一点，让总和的边际效益尽量提高，用有限的时间跟资源照顾到尽量多的生活，留下相对少的遗憾。那要怎么找到相对的均衡点呢？投入跟产出可以量化是最好，但生活不是期中考，人生也不是单纯的选择题，不会把条件跟数据都写下来告诉你，让你去解题。
生活是做不到量化所有因素的，比方说情感的投入跟回报是不能量化的。我想，用你自己的感受来判断均衡点，判断它的大约位置是很合理的一个做法。习惯努力，习惯拼命，习惯努力到忽略自我的你，需要拉回让自己压抑过头的理性，问问你自己的内心：我还想不想继续？我是否快乐？我是否感受到意义？我是否感到无法克服的挫折，只想要逃避？参考你内心的回馈，它给你的声音，然后来调整你投入的程度跟方式，甚至你可以选择停止投入。不管太努力还是太客观，不管是哪一种极端，投入太多或投入太少都不好，满足感会降低，效益也会清零，甚至产生损失。过犹不及，物极必反。我用我的血泪告诉你，不是付出更多你就能够得到更多，最好是努力中保有弹性，在每天不断的坚持里留下一点空隙，在每天认真的投入之中学会怎么样去休息。只有这样，只有用这种均衡的方式，才可以让自己长久的前进。那么这期就分享到这边，希望对你有一点点的帮助。我是拜伦，还行的话记得3连订阅留言，我们下次见喽。